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·米利本月底将退休。他日前接受多家美国媒体采访，尤其是在17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的涉华表述，受到外界广泛关注。他表示，美国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武装冲突。但随后他话锋一转，开始就台海局势发表不当言论，而对此，中国外交部早已进行过驳斥。 Is it possible that because it's a bit of a black box and we don't know a lot, that we tend to think our enemies are taller than they are? Absolutely. I mean, that's very possible, and the Chinese are not 10 feet tall. 米利此番略带调侃的话，一方面认为美方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当前的军事力量，但他仍然渲染称中国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。And if we stay still, if the United States stays still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ays still, and we don't modernize. Then there's a reasonable chance the Chinese would succeed in doing that. 主持人随即提到台湾问题，并指出台湾最有可能是中美冲突的爆点，而五角大楼曾就此进行过多轮兵棋推演，且几乎没有胜利过。不过，马克·米利却称美国完全有可能帮助台湾获胜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强调，华盛顿希望台海问题能够被和平解决。That's not the only option, by the way. 这并非米利首次针对台湾问题发表不当言论。2021年11月，马克·米利在出席一场论坛时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，他也声称美国绝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去年4月，米利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审议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举行的听证会时，也表示，美军应该将台湾打造成一个防御岛，并让中国大陆认识到使用武力统一台湾是不可能的。今年6月，米利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上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台湾问题，并表示2027年将是大陆攻台的窗口期。7月中旬，米利还号召美国盟友一起加快进度，提升台湾的所谓防御能力。深圳卫视梳理发现，米利的涉台言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大体一致，一方面不希望中美在台海问题上发生任何冲突，但另一方面却极力渲染台海紧张局势，以此实现其提高军费预算目标。然而，这番操作在中方看来十分矛盾，也非常危险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作出针对性回应，表示，美方一段时间以来涉台消极错误言行不断，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，助推了台海局势紧张。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涉及中国核心利益，任何人都不能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志。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怀抱分裂出去。他的讲话有很多听众，一方面是在威慑中国，另一方面也是在安抚他的盟国，但与此同时呢，他又表示希望避免与中国冲突，他也是在警告台湾不要去主动挑衅，美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不一定会过来保护你们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军队的最高阶军官，担任总统、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军事顾问。虽然参联会并不指挥军队，但参联会主席在所有重大军事议题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包括决定政策、就重大作战行动提供建议等。因此，谁将接任马克·米利参联会主席的位置，以及其对华态度如何，也引发关注。早前，美国总统拜登已提名空军参谋长查尔斯·布朗接替米利。美联社称，现年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，曾驾驶 F-16战斗机，有3000多小时的飞行经验。布朗曾就职于美太平洋空军，对中国十分了解。在其担任美国空军最高将领期间，致力于投身应对中国在网络战、太空、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各领域的崛起。今年7月11号，在其提名听证会上，布朗不出意外地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，将中国列为美国5大国家安全挑战之一。针对台海议题，布朗也延续了美方的一贯论调，继续强调要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。不过并未就此进一步展开，但也有观察认为，因为美国国会内部反华议员比重较高，而且他们掌握着包括参联会主席等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大权，因此美方高级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激进言论，也有迎合国会内反华政客观点之嫌。美媒曾分析，布朗虽长期身居高位，但为人内向，行事风格十分缜密，和米利的突出个性截然相反。不过，美国国内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仍然值得警惕。
近日，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马克·凯利无端批评中国的战机在太平洋地区近距离拦截美军飞机，是所谓挑衅行为，并表示中国军机之所以越来越大胆，是因为美国的设备老旧。因此，凯利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升级战机，以赢得与中国的竞争，甚至是可能的对抗。此外，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技术进步、中国造舰产能的提升等一系列议题，也成为美方一些人士渲染中国威胁的重要论据。彭博社近日则爆出，近20名美国军工科技企业高管计划于9月底与拜登政府官员、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议员代表会面，游说政府推动加快军事采购、加大投资先进技术。而其使用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国保持对中国的创新优势。据报道，这个游说团体由人工智能、无人机、新兴技术投资、风险投资等领域的高管组成。15号，他们还联名发布了一封公开信，向白宫和国会施压，称要对中国发展进步拉响警钟，鼓吹在形成威慑上，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创新不可或缺。彭博社指出，游说团体里的许多公司都是美国政府，尤其是国防部与硅谷等美国创新中心之间加速合作的一部分。美国的军方和这些军工企业现在大肆炒作中国威胁呢，实际上它是出于自身的一些利益考虑。中国的这个军力建设，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国和美国相隔万里，如果美国没有到中国周边来进行挑衅，那中国自然和美国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，就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。美军参联会主席一方面夸耀美军在台海的能力，一方面又说中美要努力避免军事冲突。还有些美军将领说，解放军在一些武器装备方面超过了美军。那您怎么看这种矛盾的说法呢？主持人好，美军高级将领的说法不一呢，主要是看针对什么而言的。说到台海问题，美军最高将领参联会主席米利就说，如果解放军要对台发动军事行动，那么美军呢完全有能力击退中国。这实际上呢是政治话语，而不是军事评估，与拜登政府的对台说法呢是一致的。这里面呢包含了威胁的意味，摆出美军要干预台湾事务的架势。实际上呢也是在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，助推了台海局势紧张。那么针对这种言论呢，中方已经多次指出，要求美方应该奉行真正的一个中国政策，落实到行动上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那么解放军若真的要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，美军会怎么样做？能做什么呢？米利将军说呢，要尽最大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。美国不能够重蹈2次世界大战的覆辙，这倒是一句实话，还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含义。一旦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军事冲突，很可能就会扩大成世界大战。况且美军是没有把握能打败解放军的。五角大楼进行过多轮的沙盘推演，美军就没有胜过解放军。这里还透出2个信号：一是美军不一定敢介入台湾事务；二是现代化了的解放军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打击美军干预。美国是知道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雄厚实力，因此美国要尽全力避免中美军事冲突，希望两岸有一个和平的结果。米利强调尽全力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是值得关注的，这似乎承认美军干涉台湾事务是力不从心。至于美军将领说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和战力上正在超越美国，也要从2个方面看。一个方面是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确在快速的进步，战机、战舰等方面正在缩小与美军的差距。有些武器解放军可能更先进一些，的确有制约美军的杀手锏武器。那么另外一方面鼓吹中国军力强大、武器先进，是在制造中国威胁论，同时也是美国军方要钱的方式之一。比如说美军炒作中俄超高音速导弹，说中俄的有了，而美国没有，因此美国要加大军费和研发力度，努力的重建美国在关键军事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。美国总是这样的，要威胁中国的时候，总说美军有多强大，有多厉害；而要钱扩大军费的时候，就炒作解放军有多强，武器有多先进，美军得急起直追。
这种把戏呢，早就被中国一针见血地揭穿，反复炒作中国军力威胁论，实质上呢是为自己搞军备扩张、维持军事霸权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寻找借口。